让你大开眼界的几种树。想必大家都清楚树木对于人类的意义，从建筑到交通，从农村到城市，从农业到工业，从物种到整个生态，哪里都少不了树。其对人类的生存贡献远大于其自身的经济价值。它不仅提供木材，而且对涵养水分、保持土壤、维持生态平衡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。既然树对地球这么重要，那我们就应该好好去了解它，为保护这一种群提升更清醒的认识。接下来博士介绍的这些树绝对让你大开眼界。体积最大的树，加利福尼亚巨杉。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巨杉平均高度在100米左右，最高的一棵达142米，直径12米，树干周长37米，至少20个成年人才能将其围住。这株巨大的红杉已经有3500岁的树龄，人们从树干下开一个洞，汽车可以在其间畅通无阻。生长最慢的树，尔维兹加树，这种树的生长速度极其缓慢，100年的时间里只能长高30厘米左右。与世界上生长最快的植物毛竹相比，它的生长速度简直慢到尘埃里。最粗的树，百奇大栗树。这棵树到底有多粗呢？树干直径达17.5米，如果把树放倒，就有接近6层楼的高度，周长55米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树冠最大的树，孟加拉榕树。你能想象几千人在一棵树下乘凉吗？孟加拉就有种榕树，它的树冠可以覆盖15亩左右的土地，有一个半足球场那么大。最高的树，杏仁桉树，它的平均高度都在100米，最高的那棵树甚至达到了156米，相当于50层楼那么高。木材最轻的树，美洲巴沙木，它是生长最快的树木之一，也是世界上最轻的木材。这种树四季常青，树干高大，它的木材质地虽轻，可是结构却很牢固，是航空、航海以及其他特种工艺的宝贵材料。对火最敏感的树，安哥拉紫柯树。这种树很有意思，只要有人在树下点火，紫柯树就会立即喷出一种特殊的液体，把火浇灭，所以人们把这种树叫做灭火树。它的节包上密布网状小孔，里面装满透明的液体，节包怕见阳光，一旦被太阳或火光照到，里面的液体便会从细孔中喷射出来。最毒的树，剪刀树，也叫箭毒木，其树木身高30米，产于东南亚和我国海南、云南等地。它的树皮中含有白色剧毒乳汁，它有急速麻痹心脏的作用。人们把这种乳汁涂在箭头上，制成毒箭，中箭的兽类数秒内就会中毒而亡。如果不小心让它进入眼内，眼睛顿时就会失明。最长寿的树，非洲龙血树。1868年，著名的地理学家洪堡德在非洲额尔他岛考察时，发现了一棵年龄已高达8000岁的植物老寿星。可惜这棵树已被刚发生的大风暴折断，也正因为它被折断了主干，洪堡德才能通过数它树干断裂处的年轮，知道其准确年龄。这是迄今为止已知年龄最大的植物。这棵长寿的树叫龙血树，树高18米，主干直径近5米。最坚硬的树，铁桦树。铁桦树一般生长在海拔700米左右的山地上，是极难砍伐的。它的硬度是普通橡树的3倍，钢铁的2倍。用斧头去劈它，还会蹦出火星来，简直是刀枪不入。据说前苏联为了弥补国内金属材料的不足，还曾用铁桦树当作金属器材来使用，比如制作快艇的滚球、轴承，它比普通的钢铁还要好用。储水最强的树，纺锤树，又称瓶子树，生长在南美洲巴西高原上，高可达30米。成年植株具有膨大的树干，最粗的地方直径可达5米，远远望去很像一个巨型的纺锤插在地里。它的根系特别发达，雨季树干能储存约2吨水，供漫长的旱季使用。只要在它的树上挖个小孔，清新解渴的饮料便可源源不断地流出来，为荒漠上的旅行者提供水源，被称为沙漠水塔。最亮的树，魔树，在非洲原始森林里生长着一种能发光的树，当地的居民叫它魔树。一到晚上，它的树干和树枝都会发出闪闪的荧光来，把四周照得雪亮。当地人喜欢来到树下玩耍休闲。原来会发光的不是树本身，而是一种寄生树身上的真菌，叫甲逆环菌，由它的菌丝体发出来的。最耐干旱的树，胡杨。人们这样赞美胡杨：
活了1000年不死，死了1000年不倒，倒了1000年不朽。胡杨的生命力极强，被人们誉为沙漠的英雄。他们能够忍耐极端高温45度和极端低温零下40度的袭击。在干旱的沙漠地区，它们的根可以扎到10米以下的地层中摄取水分。这些树都有它们独特的魅力。我们的地球上生存着无数的树木，它们构成一片又一片的森林，而森林是地球之肺，是人类的摇篮。森林被毁的必然结果是，陆地生物的90%将消失，全世界90%的淡水将白白流入大海，人类将出现严重的淡水危机，地球上风速将增强70%，亿万人将毁于风灾、洪灾，农田、道路、房屋、厂房将被洪水侵蚀，亿万人将得不到柴炭和林副产品，从植物中制取药品将成空谈，空气污染、噪声污染，太阳辐射热增加，人类生存变得异常艰难，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人类自己。